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后，拜登转头就要对台军售，美国究竟有何意图？对台军售又意味着什么？在几天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到访中国，而在其离开1天后，中美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就引起关注。在如今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处处针对中国搞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官方能达成某些方面的合作实属难得。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可能会放松对中国的压力，转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呢？就在刚与中国达成联合声明之后，美国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打消了很多人的幻想。根据台媒的报道，有高层证实，美国拜登政府即将宣布最新的一笔对台军售，其中包括价值6亿美元的40门 M109A6 自行榴弹炮，并且目标已经通知台方。这40门 M109A6 榴弹炮是去年台当局向美国求购的，以替换岛内台军的老式火炮。然而，这一笔交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不正常。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说说背景，在4月14号的时候，有着拜登密友之称的美国前参议员陶德以及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和史坦伯格高调抵台进行访问。此次美官员访台引起两岸涟漪，而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随即进入台海海域进行训练。与此同时，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进入南海，进一步激化了中美矛盾。从拜登政府此行此举的表现来看，所谓展现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只是幌子，美国并没有想缓和与中国的矛盾，甚至也没有诚意与中国谈合作，不然也不会在刚与中国达成联合声明后就立马宣布对台军售。当然，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热炒对台军售的话题。在当前的背景下，美国人拿出对台军售有何意图？美国人嘴上一直说要遵守契约精神，把台当局视为自己的盟友，谁敢对台当局动武，那就是对美国人动武。但实际上呢，美国的目的当然不是保护台当局，而是要让台当局以为自己被美军保护，从而增加台当局敢于军事冒险的决心。美国人这么做，自然是为了妨碍中国的统一进程，至少是要增加台海武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为中国的发展设施阻碍。另一方面，从美国出售的武器来看，他们也并非真心携台。在面对实力差距较大的登陆与反登陆战争中，给予反登陆方最合适的武器，自然是能威胁对岸的防御导弹，以此来拖延解放军登陆时间，给予美军救援机会。然而，这种射程只有20到40公里的榴弹炮又有什么用？在与解放军近距离接触之前，早就被定点清楚了。因此可以判断，美国出售武器给台当局，一来是为了赚钱，二来也借台当局测试这些武器对解放军作战的实用性。至于美国会真的愿意冒险派兵协助台当局，实际上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无论是气候会议上的联合声明，还是转头对台军售，我们都快看出美国自己的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指导。为何俄军10万军力刚刚部署俄乌边境，欧盟同乌克兰就开始纷纷服软？就该给他们长长记性。这段时间以来，在美国和北约的幕后驱使下，俄乌边境局势日渐紧张，双方在顿巴斯地区多次交火，对各自的人员和经济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由于乌克兰的持续针对，俄罗斯不得已派遣10万俄军部署俄乌边境地区，现场一触即发。据报道，有欧盟高级代表于本月19日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将10万大军部署在俄乌边境，这样的规模是绝无仅有的，并希望俄罗斯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问题。要知道，俄乌问题自一开始就不是俄罗斯挑起的，乌克兰日益变本加厉针对俄罗斯的背后，乃是美国在挑起事端，乌克兰也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击溃俄罗斯的马前卒罢了。欧盟这要是想解决俄乌问题，就应该去找美国谈谈，若不是美国屡次针对，又怎会造成如今的俄乌局面？其次，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都加入了北约，可以说欧盟发表的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北约目前的想法。而俄乌关系虽说是美国在背后一手操控，但也少不了北约的影子。欧盟如今的表态其实就是北约对于俄乌问题的看法。既然俄罗斯要动真格的了，就声称要和平解决，当初挑起事端的是他，如今声称要和平解决的也是他。欧洲国家对事的一贯做法还真是一脉相承。当然，欧盟等国家此次的示弱，其中也不乏有乌克兰方面的原因。据报道，乌克兰总统于本月20日请求俄罗斯总统一同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局势问题。自俄乌局势一直持续到现在，乌克兰自身的国力的消耗相对于俄罗斯而言自然是无比巨大的。乌克兰也深知，若真的开战，美国不会为其正面对抗俄罗斯。再加上乌克兰自家经济都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与俄罗斯正面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这才主动示弱，请求和平谈判。
不论是欧盟还是乌克兰，都可以说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当初双方有矛盾的时候，欧盟不管不问，如今见俄罗斯真要动手就来服软，声称和平解决。这些欧洲国家的老手段，我们早已司空见惯。若是俄罗斯选择妥协，后续又将是新一轮的针对手段。所以说，在这件事的根本问题上，俄罗斯的妥协只会让一些欧洲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如今俄罗斯10万大军部署俄乌边境，恰好是给他们长记性的机会。只有让他们尝到惹事的苦果，才能真正打消他们的嚣张气焰。如今，美国内部围绕部队撤离阿富汗的事情争执得不可开交。最近，为了阻止美国白宫的撤离命令，五角大楼出牌了。在美国国防部在20号的新闻发布会中，美国国防部代言人约翰·科比对外表示，美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其他国家也应当如此。这番话一出，很快引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在美国狂轰滥炸了阿富汗20来年之后，美国居然表示自己尊重阿富汗主权，这让很多人大感荒唐。有网友就讽刺，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实际上，美国国防部之所以会说出这句话，其实还是五角大楼的功劳。在此前，五角大楼一直在对外释放信号，暗示美军不能撤离阿富汗，否则其他国家会趁虚而入，侵蚀美国的影响力。因为此前美军撤离命令也同样对北约诸国说的，因此这里的其他国家其实说的就是中国。不止一次有五角大楼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强行扯上中国，扬言我们走了，他们就会介入。也因为美国媒体和五角大楼的这种暗示影响，在20号的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就有人问到了关于中国向阿富汗派兵的问题，也就有了上述美国国防部代言人的一番话。需要注意的是，有分析人士就很明确地指出，美国华盛顿要求美军撤离阿富汗，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削藩行为。后者通常是防止一个地方势力持续做大，导致听调不听宣，进而影响当权者的控制力。驻阿美军其实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分析指出，已经有4任美国总统在阿富汗问题上提出了撤兵的要求，但不是碍于现状危机，就是受于局势需要，美军士兵始终未能撤离阿富汗。20年时间里，因为驻阿富汗部队财务上的独立性，甚至拒绝国内审核账单，驻阿美军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半脱离白宫管控的藩王。不说长期的假征兵、真拿饷丑闻，就是一个热水壶就敢爆出几千美元的天价，内部财政支出去了哪里，可想而知。而且受制于局势需求，美国白宫还要不断向这个藩王打钱，财政上更是个无底洞。此外，20年的驻扎下来，各类军事承包商、开发商早已与驻阿美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便美军驻阿部队的将领想要撤离，这些背后的资本也要插手干预。美国几任总统并非不清楚，只是一方面政治风险太大，另一方面自己也不太干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如今美国国内状况堪忧，税王新上位，不得不拿出点能看的政绩出来，因此只能重新在削藩上下功夫，给自己带来政治资本和财政上止血。有网友预言，如今五角大楼已经率先出牌，在舆论上下功夫，未来如果白宫执意动手，那么新一轮局势紧迫就要发生了。这也就意味着游击队或者塔利班针对美军的袭击可能已经在路上了。